有寺渺渺。战火今夕魂魄如剑如鳌，血焰之情剑可忠烈，剑可忠烈。大义若爱无虚招，无虚招。我肝胆招招，我肝胆招招，我肝胆招招。进来也不敬礼，规矩都让狗吃了。报告，崔大鹏有事向您汇报。说，师长，我打听过了，今天来的东北军部队是奉军万福林旗下唐炳勋的队伍。那又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师长，这唐炳勋跟咱有仇啊！您忘中原大战的时候，就是唐炳勋的队伍设置了伏击圈，多少弟兄死在他手上。要不是您当时突围成功，恐怕也得死了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可是仇人就在眼前呢，您还在这喝酒，那还怎么着啊？姓唐的已经死了，他是死了，可他的部下还在啊，那些人手上都沾着咱兄弟们的血呀！师长，出去！师长，我让你出去没听见啊？是。回来。这件事情不要跟其他兄弟们说起，有好多兄弟不知道这件事。记住，咱们是来抗日的，不是来内斗的。是。住手！师长，让你住手，没听见吗？好好管管你的兵，你凭什么打我呀？跟长官这么说话，该打。怎么回事啊？师长，他们领了一箱受潮弹药，军需处不给他们换，他们就要换咱们的。是这么回事吗？胡说！那军需处明明写着先发给我们弹药，是你们的兵特意早来，把好的领走了，把受潮的给我们。你放屁！什么顺序？从来都是先到先领。你才放屁呢！那黑板上明明写着先给我们的，是你们先不守规矩。说什么呢你？行了，就为这点小事打架？师长，这不是小事儿，那箱受潮的弹药它不能用啊。拿回去晾晾。我平时是怎么跟你们说的啊？咱们是主，人家是客，对待客人要多照顾、多体谅，这才是相处之道嘛。冯师长，师长，冯师长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。愿闻其详。既然同属吉军长旗下，那就没有主客之分。既然同心抗日，那就不分你我。涂师长这是在教训我，
不敢。谅你也不敢。把那箱受潮的弹药换回去，换箱好的。别人的面子不给，死去老唐的面子得给啊，不然他会从地底下钻出来找我拼命的。是。嘿，你。 师长，他回去再说。是。都散了吧。师长，开饭了。不吃了。 我都说过我不吃了。是我。哎呀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跟灯生气呢？灯坏了。中医上说，酒怒伤肝，我给你弄了点豆腐补补肝。大家的事儿。 我听说了，又不是什么大事儿，至于生这么大气吗？我不是生气，我是心烦。队伍刚来到张家口，就发生这样的事，那你说以后团结建设怎么搞？我听下面兄弟说咱们的队伍跟冯师长的队伍以前就有嫌隙。那是中原大战时候的事儿了，那时我还不在部队里。唐师长跟西北军打过仗。 他们就是那时候结下梁子的。既然都过去这么久了，那干嘛还这么记仇啊？不是记仇，那冯国珍对我有芥蒂啊。哎，那你说两军打仗，肯定是有自己的兄弟死在对方手上，是吧？嗯，是。哎，照我看，这梁子是解不开了。哎，不跟你说，你不是军人，跟你说也不懂。是，这些我是不懂。 不过，这个冯师长是西北军的老将，又是吉将军的嫡系，他以后要是为难起你来，那你的日子恐怕……吉将军应该不会偏袒自己人吧？嗨，什么自己人？ 我跟你说，我带队伍来到这儿，我就是怕这种分帮分派的争来争去。结果怎么样？还是发生了。亏你还是个师长！中原大战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到现在还记着呢。当着人家的面提他们过去死去的长官，你可真有大将风度啊你啊！我没有风度。中原大战的事儿。 我看军长是忘了，可我冯国珍忘不了。整整一个营的弟兄都死在他们枪下。到现在就是做梦，我都会梦见那帮弟兄。行了，别再说了。死去的那些弟兄是你的兄弟，就不是我的兄弟吗？现在什么日子啊？要团结一致，一致抗战，一致抗战，要调转枪口，一致对外。 他屠仁杰不知道东北军跟我们有仇吗？啊，他们人就没死在我们枪下。可人家带着队伍来投咱们，将心比心，你能这样对待人家吗？从现在开始啊，在军中谁要是再提什么东北军、西北军，老子就撤了他的职。现在队伍里缺粮、缺钱、缺军火。 我脑袋都大了，我说我的冯大师长，你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呐？啊！酒量还可以吧？
这2天我看了看，咱们部队的住宿条件跟卫生条件实在是太差了。照这样下去，迟早得生病。队伍草创，条件只能这样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药品和医务人员都太少。进来。军长。我过来串个门，欢迎不欢迎啊？这是哪里的话，快请坐，军长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金志明，我跟你提过，支援我们的医疗队伍，治好了我们很多的伤兵。哦，哎呀，感谢呀，金医生，我们的队伍里啊，就缺像你这样的医生。哎呦，您过奖了，这是我的职责。行。哎，金医生是朝鲜人？是，就在鸭绿江的边上，我们是隔河相望。咱们这算是一衣带水了。金医生的国际主义精神让我吉鸿昌很钦佩啊！我的家乡也被日本侵略者占据，我们是同仇敌忾。说得好，豆腐就酒啊！整2口，整2口。好，来，来，我这第一杯酒啊，想先敬金医生。医者，救死扶伤，是我吉鸿昌钦佩的人。哎呦，不敢，我早就听说吉将军的大名，今日能够得见，是我的福气。客气，来。这第2杯，任杰，我敬你。哦，军长，你这来了，我心里就有底气了。军长，你太客气了。你听我说，我这个人呢，不会说客套话，我说的都是大实话。这个东北军和西北军确实打过仗，这是事实，不用忌讳。那是什么时候啊？那是军阀混战的时候。中国人打中国人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打昏了头了，一群混账。我吉鸿昌也参与其中啊，我也是混账。这2年我一直在想啊，你们凭什么管我叫将军啊？什么叫将军啊？驱逐匈奴到漠北的霍去病那叫将军，壮志饥餐葫芦肉的岳飞那叫将军，把台湾从外国人手上夺回来的郑成功那也是将军，因为他们真正做到了保家卫国。中国嘛，本来就是一家人，分什么东北军和西北军呢？啊，军队就应该是国家的军队，人民的军队。军长，说得好。任杰啊，你来就证明你信得过我吉鸿昌，我们就应该是一家人。从今往后，在我的部队里就不能分东北军和西北军，咱们叫抗日军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明白。军长，今天的事是我没约束好部下。冯师长，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。涂师长，冯国珍胸襟不广，气量狭小，得罪之处，还请见谅。哎，冯师长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大家都是兄弟，来，坐下来喝一杯。这才像是一家人嘛！啊，来，都满上啊！咱们共同举杯，好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来，干！
今夜福州月，闺中只独看。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。香雾云鬓湿，清辉玉臂寒。何时移虚晃，双照泪痕干。纪鸿昌录工部时，承夫人台监。娘，弟弟睡了啊，玩累了，睡着了。给师傅写信呢，让他呀注意休息。张家口那边风大，别吹着啊。好，知道了。夫人，这是刚才国民饭店的伙计送来了一封信，说是朱先生让送来的。刘处长，周先生，没想到是我吧？您可真是无孔不入啊！进来吧。好。建全兄，你我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，应该了解我的为人。你也好，蒋公也好，在下不敢揣测。不敢揣测？哼！中央的勾当，就连甲抗日都算不上。你还污蔑冯玉祥、吉鸿昌是甲抗日真军阀，这话怎么说得出口？如果朱先生坚持认为吉鸿昌是真心抗日，那好，那就请朱先生先看看这份报纸。谢夫人。
请。周先生，从上海到天津，舟车劳顿，一路上辛苦了。还好，夫人请坐。啊，谢谢。到上海怎么不发个电报，好让我去接您呀？啊，我当初也不想声张。周先生，世武走的时候跟我说起，您跟他……姬夫人，您先看看这个。哦。姬夫人，报纸上说的是真是假？当然，我想你也不一定清楚。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姬将军的私事我管不着，可是我为姬将军捐的款项，那是用来抗日救国的。现在我非常担心，这笔钱到了张家口，会有多少用在打日本人上面？夫人，夫人，什么？你看看这张报纸，刚才有人从墙外扔进来的，郭子拿给我的，这上面有将军的消息，我没敢跟老夫人说。拿去生火吧。啊，好。哎，姬夫人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朱先生，我回去取这个给您。姬夫人，您这是？这是我和世武在天津的房产，您看看值多少钱？我想用它来换您手里的款子。姬夫人，难道您真的想把房子卖了，把钱交给姬将军吗？我是他的妻子，这个时候我不支持他，还有谁能支持他呢？那报纸上的内容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在意吗？我当然在意了，不过我知道那是假的。何以见得？朱先生，我不能跟您证明什么，因为我对他的信任不能代替您对他的猜疑。但是我相信我的丈夫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。这报纸上不就说世武纳妾的事吗？比这个更脏的报纸我也看过不少，什么占人家财、强霸民女，还有谋逆叛国，甚至还有说他死了的。要是我都信的话，那我岂不是活不下去了？夫君欲效司马相如，使其作白头吟也。10万大洋，这朱庆澜先生不愧是革命元老啊，既有此威望，又有此慷慨。哎，
这钱是会给你的，你拿来给我干什么？先生，募捐即是公款，既然是公款，当然要入公账，怎么分配还请先生裁定。好啊，师傅，你能够识大体，我非常欣慰。有了这笔钱，就能解了我一个大难题呀。什么难题呀？啊，是方振武。方振武带着几个师的部队过来，在半道上和何应钦打了一仗。现在既是伤兵满营，又断粮断饷。有了这笔钱，他就可以缓一缓了。您打算都给方大哥？这么着吧，他8，你2吧，你看怎么样？方大哥远道而来，当然要先紧着他用了。这就对了。进来。季叔叔，你找我啊？你怎么这身打扮啊？这脸上画的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我在演戏呢。听说你找我，妆都没有卸就来了。演戏演戏，你看看吧，戏都演砸了。什么演砸了？你自己看看吧。你还笑啊你呀？啊！当时我就说在怀来别绕那个刘玉堂，刘玉堂，你非招惹他不可。这下好了，你婶生气了，我怎么办吧？我怎么没看出来婶婶生气啊？你还看不出来啊？你看这儿，什么司马相如啊，什么白头吟呐，他写的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这个简单呀，这史书上说，司马相如在长安以一首上林赋得宠，封了一个郎官，一时春风得意，想要纳妾。这个卓文君无法忍受，于是写了一封白头吟给司马相如。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要和他决裂。对呀，他现在已经把我当成司马相如了，人家卓文君生气了，动真格的了。吉叔叔，婶婶逗你玩呢，你当什么真呀？怎么叫逗我玩呢？你看，你看这照片下面2个字。难看。我还真没注意，当时2个记者进来的时候，我正好在发火，这样子好看得了吗？你说，婶婶要是真生气了，还管你好不好看呢？可我本来长得也不怎么样嘛。可是，在婶婶的心目中，你应该是最英俊威武的呀。真的假的？再说了，婶婶要是真的在乎这报纸上是真是假，还会给你寄汇票吗？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是我的心里啊，还是觉得不踏实。这事儿啊，你得给解释一下。那你好好跟他解释吧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回来。还有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儿？这事儿是你惹出来的，你想一走了之啊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信我不能写，这写了显得我心虚，你得负责给我解释解释。我？啊！现在就写，坐下写。快！怎么样？查出什么毛病了吗？是疟疾。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，正是疟疾的高发期。部队上只有少量的金鸡纳霜，如果病情蔓延开来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师长，三营又有几个兵在打摆子，去看看。张家口啊，不像天津，部队上都是扛枪打仗的男人，到了那边要照顾好自己。放心吧，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。要是谁惹急了我，我就给他来上一针，保证他半个月都动不了。瞧你这丫头！哦，对了，你父亲那边说通了？他这个人肯定是舍不得我。
但是我态度那么坚决，太没办法了。屠人杰的部队已经到了张家口，你去了能够碰到他。你跟我提他干嘛？我去又不是去找他。别口是心非了。哎呀，姐，我可没你那么命好。你看将军，拿你当宝贝一样。你再看那个屠人杰，好歹我也治过他的病，对我不冷不热的。我现在啊，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。什么剃头挑子一头热？一个姑娘家说话也不知道害臊。夫人，东西装上车了，可以出发了。好，路上小心。是。那我走啦，你好好保重。我送送你。放松点儿，再坚持一点，很快就好了。忍着点儿，马上。怎么样？这场疟疾来势凶猛，短短几天已经有上百人染上了。咱们部队缺少药，现在很多人只能用中药来暂时缓解症状。医疗队已经从天津出发了，希望他们尽快赶到吧。这位先生，您抓药啊？5000山归来，2000钉子。钉子没有，归来的山不知道。中国人叫他土茯苓。请。长官，有什么指示啊？马上给茂川少佐发报，告诉他们一定要阻止医疗队来张家口。是。停车！郭队长。队长，怎么了？前面是沙岭子，以前经常闹土匪，还是小心点好。二班，跟我到前面探路，其他人原地警戒。沈医生，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撤！有鬼子！快点砍到后面去！快！这样下去，对咱们不利啊！妈的，快到张家口了，哪来那么多人？那小鬼子！这样，兵分两路，一路这边，一路那边，尽可能吸引敌人火力，掩护沈医生他们撤退。沈医生，待会儿我们突围，你带着你的人原路返回，能走多远走多远。那吃上东西怎么办？什么时候了还管东西？不行啊，这些都是救命的药品，我们这样去张家口，不是白去了吗？不是，队长，队长，啊，后面有鬼子！你们俩往后堵住他们。是。
不能坐以待毙，得找将军班救兵去。这离张家口怎么也得50里，一来一去得1天呢。我们得跟他们耗上1天。队长，我去，我腿快半天就能回来。好，手榴弹准备，掩护大雷突围。路上有。1、2、3，大雷跑！好。冲过去！等等。 走吧。情况如何，军长？今天又死了多少弟兄啊？今天已经抬出去5个了，能想的办法都想了，可惜没有西药。 终究是无济于事。金医生，这里你费心了。您放心，我尽力。抢救伤员，你们2个去拿医用箱。好，快去，走，快去！军长，怎么回事？逃兵让我给抓回来了。最近逃兵多吗？各营各连都有，而且越来越多。把他们都放了吧。啊？哎，军长，这怎么行啊？这口子要是开了，以后没法带兵啊。 带兵也不靠这个，放了吧。行，把他俩放了。这按行程，医疗队也该到了呀。军长，哎，你找我？任杰，我这心里头啊老是不踏实。你这样，你带着人呐到城门外去迎接一下医疗队。是。保存实力，快过来！ 忍着点。快！
医疗队呢？涂长官，医疗队在山岭子被鬼子伏击了。快，跟我来！队长，我们的子弹马上就没了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弟兄们，报仇的时候到了，抄家伙，跟小鬼子拼了！那我们呢？怎么办？姐妹们，不要怕。待会儿如果小鬼子来了，拿着，准备。沈医生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总算来了。哎，沈医生，你没事吧？在这一生用力感受你，乱世中将你抱紧，总是人流离，心却在一起，看透了我那诉说的深情，应是我心里我盼你，思念着你，却是欠了你太多的回忆与朝夕。你懂我多渴望侥幸和平的众生，你懂我的心动，看那焦土算心。你懂我不懈的奔波，那是我毕生无悔的追焦土算心，你懂我不懈。